破地方连转身都费劲，天界接引之力也没了，我穿越了！丁，检测到合氏宿主河神系统绑定中100%，绑定成功，恭喜宿主成为白水河河神。什么破系统，也不稀罕。系统将随机颁布河神任务，完成任务即可奖励神通法宝入梦术，奖励垃圾神通，也有无敌妖躯，还要什么机制？丁，河神任务发布，拯救落水渔民。妙童，我的孙女！小小水鬼也敢在我面前造次，敢耽误我睡觉，还想伤人，这奖励不拿白不拿。说到底，小女娃是被我翻身掀起的大浪卷下水的，就他俩纯粹是了结一段姻。散。在蓝星被观察几百年了，不差这一回。丁，任务完成，入梦术，奖励功德100。入梦辅术还有反噬风险，垃圾神通果然没什么指望。这水鬼害过人命，那就物理超度，说不定还能白逃一波功德。爷爷，我看到水鬼了！快给河神老爷磕头！是河神老爷显灵救了咱们爷孙俩！哇，河神老爷好大呀！可昆仑山时千里无人随便撒谎，现在还得收敛点，不然得吓死人。找个好地方挖洞府去。神婆传谕，白水河浪涛异动，乃是河神震怒了。明日午时，河畔举办河神大祭，平息神怒。河神大祭，那最恐怖的规矩，要献祭童男童女啊！我们日日上香，从未怠慢啊！大错已著，想要平息神怒，老婆子已与河神通了意。白水异变，想来是那深潭鱼妖嘴馋了，想提前开孙。今年乃阴阳交汇，水脉桂圆之年，必须年中佳祭一场，明日便办。那白衣身影轻易出尘，怎么看都不像吃人凶神。若真要伤人，何必多此一举出手相救？李家，李妙童，将这女娃带上台来。不行，我就这么一根独苗，你们谁敢动她？爷爷不哭，妙儿愿意去伺候河神老爷，他昨日还救过我们嘞。规矩就是规矩，摁住他，把人带上来。明明还没到时间，怎么突然又有祭品送上门了？早不想晚不想，偏偏挑刚要睡觉的时候，吃人鱼妖，又是地界神通，哪个不开眼的杂鱼，敢跑到本君地盘上撒野？妙童啊！是河神，这位才是真正的河神啊！初开灵石的筑基杂鱼，就敢冒充本河神吃人？大佬，你谁啊？俺在白水河都4年了，从来没见过你这号大神。真是个傻妞，都要被吃了还笑得没心没肺。这位也是妖啊，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绝世大妖，怎会突然降临这荒僻的白水河？一个刚刚踏入炼气的杂鱼，虽然没有读心搜魂的神通，但万年阅历不是单纯用来睡觉的。汝借河神之名，行吃人之事，搜刮民财，祸乱村落，该当何罪？河神老爷饶命！小妇人也是被逼无奈，是那鱼妖威逼。被逼无奈，如今一句被逼无奈，便想接过这许多条人命，因果可不是这么算的。今往后，该打鱼打鱼，该上香上香。再敢有人借河神之名妖言惑众、敛财害命的，下场便与此妖一般。妙童，我的妙童，多谢河神老爷，多谢河神老爷救命之恩！真正的河神，原来一直都在，错把鱼妖当神明，奉恶为善，葬送了许多自家苦肉。这老贫婆怎么处置？
这老皮婆坑害了我们不少银子，肯定都还藏在家里。咱们去抄了他的家，用来给河神老爷修庙。丁，斩杀吃人鱼妖，奖励静心咒，奖励300功德。又是一个没用的神通，去角落吃灰吧。至于功德累积到了400次，想要凝聚神格提升品道，应该还要差点意思。就算是功德足够，想要提升神格品道，我也只能两手一摊，咱也不会啊。算了，先睡觉吧。按方才说的，咱们给河神老爷修座庙，塑金身，盖大殿。南村北村的老人赶着驴车买木料钉砖瓦，请匠人。河岸上的神庙从破土动工到立柱上梁，再到砌墙盖瓦，一点点立了起来。这什么动静？香火这种东西与法力类似，但要是失了信众的支持，也会快速衰弱。我本就是法力无边的大成妖君，这些香火还不如功德有用。为首之人唤作周衍，乃是连云宗真传，另外2人是他的师弟，初入筑基的修为。连云宗承担着斩妖除魔、维护一方安宁的职责。周衍带着2师弟这次下山，想让2名师弟历练一番。国人献计，斩杀鱼妖，河神显灵，香火旺盛。茶肆之中的流言碎语，荒谬！唯有朝廷才可借皇天气运册封神术，此等僻野荒词，竟敢解借神明蛊惑乡民，愚昧不辨真伪，反教妖魔猖獗横行。这白水河神必是精怪幻化，今日咱们便去拆了这野庙。我听周遭传闻，这新立河神似乎未必是恶师弟糊涂啊，妖精鬼怪哪有良善的？先去那河神庙看看再说。这3人气度不凡，身上都有一股灵力气场。听闻此处河神显灵，镇杀妖蛇，特来查证，还望河神圣驾降临。3位仙长，河神老爷在河底清修，不喜俗物惊扰。师兄，或许河神真的在清修，咱们可要后上几日。一介野神，无视仙门问询，分明是心中有鬼。尹飞师弟不可鲁莽，而邪魔外道，无赤无锋，竟敢在此处妄称河神，收受百姓香火。河神老爷是大恩人，那日鱼妖要吃庙童，是河神大人从天而降杀了鱼妖。鱼妖在白水河肆虐数年，你们仙门不来，如今河神显灵斩妖，你们反倒来恩将仇报。我看你们才是那鱼妖的同伙。爷爷，不许你们欺负河神老爷！恩人，2个凡夫俗子，被妖邪迷了心窍还不自知。看我先把你们拿下，再逼着妖神现身。要毁庙，先踏过我这把老骨头。冥顽不灵，既然你们不肯让，那我就先毁了这神像，看你这妖神还装不装死。哭得我脑仁疼。就是你要拆本河神的庙。多谢河神前辈手下留情，晚辈必谨遵教诲。毁庙伤人，惊扰私民，将你们身上所有银两尽数留下，用作庙宇修饰，补偿安民之用。滚吧！河神老爷好厉害！爷爷，河神老爷走嘞。
妙童，河神老爷又救了咱们一次，快给河神老爷磕头！一个河神庙，砸了就砸了，那点香火还不如我一口气吸的灵气多。毕竟是他的妙伯和童子，要是被别人打伤，岂不是显得他这河神庇佑不了信众？还好我们带了调理伤势的药剂，应该能稳住伤势。那股强大气场太可怕了，到现在还一直萦绕在心底挥散不去，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。周师兄，那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是修为高深的世外高人，实力已经达到极为顶尖的地步。这般顶尖实力，实在深不可测。只有常静心潜修的长辈能够与之匹敌，我们几人根本不值一提。必须尽快回到门派，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如实上报。听说了吗？那几名闹出动静、行事张扬的路人被制止了，有高人护着咱们。这庙宇遭到损坏，咱们做百姓的自发商量着动手修缮吧。此地福泽一方百姓，大家一同进殿焚香祈福吧。大人，河边地带出了一位厉害人物，把修行门派的弟子给拦下了。那地方偏僻冷清，怎会突然出现这般厉害的人物？两方若是起了冲突，必然生出滔滔天事端。来人，备纸笔，立刻将这封书信派快马送往相关门派打听情况，要快！大人，外出送信的人回来了，带回了门派的回信。信中说明河边之人实力强大，门派已经向上汇报。不过此人品性和善，并非蛮横之人。3日之后，本官必须亲自去走一趟。当地管事顾大人出行，闲杂人等回避。所有人听令，在此地原地等候，不可再向前半步。这位顾大人，怎么接连3日皆是如此长跪不起？真不知道在求些什么。你为何接连几日都在此地长跪不起？青阳镇镇官顾明叩拜白水河神尊上，下官执掌青阳，保境安民是本分。于后2日，是为下官有事私求。所求何事？半月前，下官祖宅突遭阴祟侵扰，夜夜异响不断，次次梦魇，家仆被伤，先祖牌位不得安宁，阴邪之气愈演愈烈，已危及河族性命。下官本已备下重礼，欲待连云宗仙长直寻青阳之时登门拜求，求仙长出手捉鬼。可如今连云宗弟子在上神这里遭此变故，连云宗封山，下官不敢再惊扰仙门，奈之下唯有帮斗胆叩求上神显灵，平息下官祖宅阴祟，救河族于水火。这一切，凡夫俗子肉眼自然无从得见。这可不是隐身术，而是纯粹以法力遮掩身形而已。丁，河神任务发布，度化冤魂。任务奖励5雷正法。顾大人，你可以回去啦。大人，我等怎会在此处？我们方才明明是守在庙门口。不动生静以若世人精量跨越空间的修饰手段，是河神显灵施法。他虽未显形开口，却已是欲令我折返而归，不必再拜。走吧，河神老爷让我们回去。倒也算诚心。我虽然不知顾明家的祖宅何处，但却记下了顾明的气息。找到了。
倒是应景。氛围搞得不错。退出去！这女鬼盘踞顾明祖宅，似是另有隐情。放在以前，我也只能两手一摊。但是我现在是个数值怪。太上清净，明光照临，涤荡怨煞，澄净台心，破迷除妄，复归清明，三魂归位，七魄安宁。你是谁？吾乃白水河神，清镇关进庙拜神，求我化解祖宅阴祟。今吾来此，却发现视尔阴怨盘踞，是何缘由？我好恨，好恨啊！河神大人神威煌煌，受顾家香火也有功德。我若不恭，早就一巴掌将你打杀了。若有冤情，速速说来。本神经万古神眼，只靠着一手织布手艺勉强糊口。月前，顾家次子顾灵游街路过，见民女有几分姿色，便暗中指使恶仆，夜里将我强掳进这顾家祖宅。我宁死不从，撞柱明志，却被他拦下，日夜看守，连自尽的机会都不给我。他在外是旁人眼中的顾家少爷，温文有礼，可在这偏院之中，暴虐阴狠，禽兽不食，这里早已沦为那顾灵作恶的魔窟。我解下腰间白绫，翻掌之手，含冤自己。我死的冤，一缕残魂不肯散去，便化作这宅中异鬼。但我不曾乱杀无辜，我只缠顾灵，只缠那些帮他掳我害我的恶仆，就是要让他尝尝我当日的痛苦。河神大人，我苏若儿一生清白，我求一个公道，只求顾灵偿命。你之冤屈，吾已尽知。顾灵强抢民女，逼死人命，罪无可赦。至于顾家，知情不包庇纵容，也逃不掉。跟我走，本君还你个公道。知道此人是谁吗？民女不知。他是顾家现任家主青阳镇的镇官，也是给本君上香拜神之人。还是那顾灵的亲爹。本想寻他当面对质，既然睡得这么香，那就梦里见吧。顾明，阴岁，有阴岁害人，次子梦魇家仆受伤。难不成我家祖宅已被阴岁荒摆至此了吗？这就是做梦的好处，只要敢想，就能实现所想要的一切。顾家主，你的梦就在脚下，你能逃到哪儿去？祖宅阴岁入梦索命，河神老爷救我！先喝茶吧。和蛇神老爷一杯，他一杯，那还有一杯。河神老爷，他苏若儿，你可以说说了，为何你怨煞难消，盘踞在顾家？原来竟是何生手根据他家的阴岁射了过来。若今晚能妥善解决，便能让列位祖宗清净了。不可能，灵儿他怎会做出这等事？顾灵在外装的温文文雅，背地里却是个禽兽不如的魔头。顾家祖宅成了他作恶的魔窟，知情不报的仆从是他帮凶。你身为顾家家主，难道真的半点不情吗？河神老爷，这我顾家主不知道啊！你就真的半点不知情？下官自上任青阳，苏醒夜眠，忙于公务。下官真不知这孽渣竟然做出如此恶事啊！顾家主，此事你求到我头上，总该有个交代。此事灵儿为恶，理当严惩。我定给苏姑娘一个交代。如何严惩？顾灵逼死无辜，你若只做这般轻罚，我愿为清秋节点诸相赔罪。只是灵儿她……顾明，我苏若儿虽是穷苦出身，也绝不稀罕入你顾家祠堂受你们这般肮脏香火。苏姑娘，是我顾家亏欠你。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我说的可够明白？下官临事请辞，鸟回一赎既罪。去吧。大人，天上层大亮，还可再歇片刻。不睡了，回青阳。多谢河神老爷还我公道。若有来世，若儿愿做牛做马，报答老爷大恩。公关只我一半，另一半要你自己去。我
在河神庙一跪3日，竟是为这么个畜生求神问法。老爷回来了，你可算回来了。灵儿她……你闭嘴！父亲，梦中苏若儿的控诉悬挂在梁下的白影，生生如刀的质问。灵儿，你可知苏若儿？父亲，您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顾家的祖宅里吊死在房梁上，你告诉我，我怎么知道？老爷，灵儿都被害成这样了，那不过是个知户家的丫头，赔些银子就是。灵儿是您的亲生骨肉啊！赔些银子？老爷，您打我？打你？你包庇他作恶多端，如今还敢说赔些银子便是？可他终究是顾家的骨血，是你的亲儿子。父亲，孩儿知错了，是那丫头不识抬举，那是顾家祖传的护身之物，由历代辟邪分碎护魂魄。正因这枚玉佩，苏若儿的冤魂才迟迟似影辱，这也叫无法尽窃为妾。他含恨自缢，死后化作厉鬼索命。你也配说知错？他欠的命该还了。都退下。虽说太阳底下无心事，在蓝星的漫长岁月也常看奇闻异事，但这种城主恶人的戏码百看不厌。苏若儿，你去吧。鬼啊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若儿，是我混账，饶了我，再也不敢了。顾林，今日一命偿一命。次子顾林不还病而亡。来人，我追视休书营。老爷，还不快去！也该尽一尽做父亲的职责了。有我施法护持，他能久违的感受阳光温暖。真美啊！河神老爷，若儿大仇得报，多谢老爷还我公道。往后如何打算？神志清明之后，冥冥中我便能感到一种指引，指引我去往某个地方。那我就替你寻一阴地暂歇，等日头落了，你便能上路。河神老爷大恩，若儿永世难忘，盼有机会能还报您的恩情。你应该是没什么机会。度化冤魂任务完成，奖励5雷正法，奖励功德600点，累计功德1进阶任务。强度也就和49天劫的劫雷相似，没什么大用。河神老爷今天好像心情不错哟。一觉睡了半个月，闲来无事，瞧瞧那任务是什么名堂。神位进归正甚，任务目标神位今生8品，随机奖励1件法宝。河神任务奖励品质提升。且慢，你是何人？来我清溪有何贵干？白水河神来收编地盘的。收编？老夫在清溪住了300年，你一个白水河的小河神，张口就要收编老夫的地盘？你知道老夫手下有多少虾兵蟹将吗？多少？6个，但都很能打，尤其是蟹将，家人可疼了。你在白水成神，但老夫在青阳镇也是有头有脸的。你一个外来的，凭什么来摘桃子？那你想怎样？这样，清溪还是我的，我每月给你上供10条河鱼，怎么样？50条，不能再多了，再多溪里的鱼都要被你吃绝了。我不要鱼，清溪归我。你要是愿意继续住这儿，我也不拦着。就这？不用搬走，不用交租，也不用。哎呀呀，您早说啊，老夫还以为是来抢地盘的呢。您放心，我给你看着清溪，保证给您看得妥妥帖帖。老爷，要不要我帮您看着点？这清溪我熟，哪块石头底下有暗流，哪片水草容易缠住宝贝，我门清。老爷慢走啊，有空常来，老夫给您抓鱼吃，新鲜的。孩子们，跟紧老娘，别偷懒。现在不好好锻炼，以后碰上大鱼，你们就得丢了小命。老娘我就是从小练的腿脚好，游得快，这才能活过100岁。听懂了吗？你不是人，来柳溪做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这里是谁罩的？是谁？白水河神。听过没有？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，我跟他老人家有过一面之缘。娘，您没见过河神老爷。闭嘴！老娘说话你插什么嘴？那你倒是说说我，不是白水河神长什么样？那当然是一表人才，威风凛凛，身高8尺，腰围是8尺。那都成方的了，能一表人才？你又不是河神老爷，怎知河神老爷模样？不要在这里哇哇叫，不然老娘叫人削你。那你把白水河神叫来，我看看他究竟是怎么个事儿。河神老爷忙着呢，哪有空来搭理你？当然忙了。河神老爷神威赫赫，最讲公道。我们柳溪虽然小，但你要是欺负咱们，河神老爷不会放过你的。娘说的对。你到底是谁？我。
我不就是你口中的白水河神？跑什么跑？老娘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哎呀呀！我说今早怎么喜鹊枝头叫？原来河神老爷您来了！我欲执掌青阳水域，需炼化柳溪水脉。河神老爷要收柳溪，我等小妖自然不敢阻拦。只是我等世代在此栖息，柳溪归我，一切照旧。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列队欢迎河神老爷！一个个半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老爷慢走，有空常来啊！俺炖的鲤鱼汤可是一绝。两潭四溪，算上白水河已经搞定5处，还剩最后一个落雁潭。这只大白鹅身上没有任何真元波动，不是精怪，也没有修炼过，就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白鹅。但这体型也太离谱了，倒像是某种异兽。它就是一只身体特别强壮的普通白鹅。问题是，普通白鹅不可能在我的妖气威压下站着不动。哼，好硬的头，正好试试新的手段。我堂堂妖君，还能拿一只鹅没办法？只不过是想试试这只鹅的肉身极限究竟在哪里。况且有我这个大层妖君在，死不了鹅的。好家伙，有这么立竿见影，有这么立竿见果，到底是灵果神奇，还是体质变态？记吃不记打是吧？你小子！这镜子只有巴掌大小，镜身泛着清幽瞳光，刻云纹做事，镜面澄澈如寒潭，暗含古韵。他还是第一次拥有，这也不太行啊！清溪里的老鳖精正在给6个虾军蟹将讲故事，柳溪的大鲤鱼在赶着一波小鲤鱼回窝。只要动动念头，便能掀起大浪，定水分波。财运也就算了，求子都求到他头上，这专业也不对到位啊！这个好像是落雁潭的那只大白鹅，凶得很嘞，没人敢靠近。这白鹅有点邪门，暂且留在身边观察观察。前天夜里，我从山里回来，远远看见一队人影从山道上过去，前面有人提着白纸灯笼，后面跟着一串黑乎乎的影子。那队人走到林子深处就不见了，就跟钻进地里似的。那些影子走路的样子不对劲儿，僵得很，像是被人牵着走的。别是赶尸的吧？大人，又出事了！李家村、王家渡、响水溪3处报案，都是人不见了，加上之前的，已经5个人了。5个，都是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是，乡民们人心惶惶，都说夜里不敢出门了。还有人说看见赶尸的在山上走。备将，立刻去河烧庙，就是因为天黑才去，再不去明天又得多一张状彩。李庙主，下官又来叨扰了。5个人失踪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下官实在是没法子了，求河神老爷开恩，保佑一方平安。诸位，谁愿随我走一遭？我，师姐出马，这任务该是稳了。让这一觉睡到开春，没想到却被系统给叫醒了。人口失踪，赶尸鬼影，听起来像是有邪修在搞事。作为青阳河伯，有人在他的地盘搅乱，他若不管，简直有辱大层妖君的脸面。这些地方无一例外，全都残留着极其微弱的尸气，而且是被人刻意遮掩过。这些尸气全都指向一个方向，西北。
好浓的阴气，这地方确实是个养鬼炼尸的好地方。整座黑山连一缕游魂的气息都感知不到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把这里的鬼物全部清理干净了，有点意思。我们刚刚准备入黑山探查，竟然恰好碰到一个赶尸人，不仅仅是赶尸人，而是直接闯入了赶尸人的老巢。几位娃娃跟了我一路，怎的这边要走？这可并非做客之道。逃！连云宗的小娃娃，非要跑到我黑山来送死，你的尸体咱们就笑纳了。护命休矣！晚辈连云宗沈渊，多谢前辈出手相救。连云宗的，这是绿芒铁甲尸，有向毛浆转化的趋势，每一尊都相当筑基后期。我刚才自爆飞剑，才勉强斩杀一尊，冲出血路。要是4具全力阻拦，这4具绿芒力量比想象中恐怖，前辈千万当心。你运气不错，正好遇上了我，可活。真是聒噪！白袍神光，水中看月，白水河神，原来是白水河神救了我。别带上结阵！烈士大阵！还要前辈明鉴，我烈士们素来与妖族无怨，这次一定是个误会，你可不能被他所蒙蔽啊！青阳河伯不好听，就不对外报了。哼，你们炼尸门在我地界上掳人，这也叫无怨？不知前辈名号。白水河神，原来竟是河神大人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河神大人，我们愿意赔偿100颗灵石，如何？1000颗，河神大人，这已经是我所能拿出来的所有了。你刚刚在石窟里看到了什么？密密麻麻的坟头，数十个赶尸人，中央巩固的某种存在。河神大人，你可以提任何要求，只要能和和气气了了此事，我们门主定然是愿意的。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听废话，所以我问什么你答什么，答错一句我捏碎你1根骨头。你有206根骨头，够我问很久了。第一个问题，你们在黑山到底在练什么？我说我们在练一具银甲尸。银甲尸，尸将，堪比元婴修士一口尸气能毒杀百里生灵。说仔细些。3年前在黑山深处发现古尸，门主断言根骨极佳，炼成便是银甲起步。我们将上千游魂炼化炸出阴煞，3年下来全填进去了，还是不够，只能抓活人，一条活人杀气第10个游魂。那具银甲尸还有多久能成？短则半天，多则3天，只要再消耗几个活人生魂。带路。带什么路？你说呢？在那边，地窟的入口就在山腹里。河神前辈，我有传讯剑符，可通知宗门来源，是否等他们一起共探魔窟？就是这儿，进去之后是一条甬道，走到底就是主窟。这地方倒是选得不错。周师兄，什么人？那2个金丹呢？或是离世炼药，长老说银甲尸又差最后一步。那就先清场。河神大人，求周师兄，找死！一起上，杀了他！在下炼尸门周奎，不知前辈是何人？原来你们是炼尸门的，这果子笑料几乎可媲美宗门最好的疗伤圣药。这位前辈到底是什么根株？这是以活人的精血和魂魄为引，勾动天地间的阴煞之气，困住阵中一切生灵。阵成之时，就算是金丹修士也难以脱身。河神前辈小心，这阵法连金丹都能困住的炼尸大阵，在他面前连一掌都接不住。不，连一掌都算不上，只是按了一下，就像按死几只蝼蚁。还有吗？
长老，救啊！周奎那个废物，连个示警的消息都传不回来吗？管他是谁，敢动我炼尸门的人就得死！没吃饭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白水河神。这哪里是什么香河野神？这分明是一头化形的绝世凶妖！河神大人，都是误会。我们炼尸门误会？你刚才那个同门也说是误会。死！臭感流向了哪里？是阴甲师，我们有救了！白水河神算个屁！阴甲师可是堪比元婴的存在。白水河神，若你就此退去，我炼尸门倒可既往不咎。这种时候不应该趁银甲师还未健全，全力将之镇压封印吗？别在那抓耳挠腮，像个猢狲，安静看戏。元婴嘛，活过来的滋味真是不错。此辽突然闯入，欲毁你道基，若非我等拼死阻拦，你绝技无法成就银甲之尊。看不透，白衣猎猎，神光如波。尔等还想支配我？我寒窗一生，随心所欲。韩将军，我们是自己人，是我们帮您成就阴甲师的，救命！不错，现在只剩下你们两个了，杀了你们，就没人知道我的身份。我韩庄16岁从军，30岁封将，征战40年，从无败绩。我这一生威震北齐，凭什么要像凡夫俗子一样？所以我费尽心机觅得这黑山绝地，将自己葬在此处。此地聚煞聚阴，风水绝佳，日久天长，必能帮华将军成就旱魃，便是千年万年与天地同寿，把我挖了出来。这是我为自己谋划的，精炼成了银甲师。原本还数百年或发财地了我过程，竟然3年就成，倒是省了我不少功夫。所以作为报答，我让他们走得痛快了些。你们狱卒我出世，但也算间接帮我挣脱了控尸之法，我同样可以给你一个痛快。你的故事还不错，来吧，我称称你斤两。狂妄！如此恐怖的威势，怎么挡？在哪里？刚刚的一瞬，仿佛被一座山狠狠撞在胸膛，身体倒是无甚言严重损伤。银甲师本就有刀枪不入的体魄，纵然是元婴修士，也未必能破了我的防。虽然他的速度和力量超乎想象，但我只想狠狠地给他来上一拳。我韩章一生征战，未尝一败，这一次也一样。既然有小辈看着，也就让我稍微耍耍帅吧。咱在人间混的时候，还是百代唯一的武圣，打你不是简简单单。胆小鬼，只会躲躲藏藏吗？有本事和你在玩什么小子把戏？和我正堂正卧！
伤不了我。筋骨也活动够了，就到这里吧。你怎么不弱？我现在的境界远不是你可以想象的。你要是修成了旱魃的话，我倒是可以陪你多玩一玩。这海境人士大成，刚出关不过就撞上我可没耐心等你。我韩长战一杯，莫急就背负。也罢，死在大唐妖君手上，不冤。从头到尾，只是一瞬之间，这就算掌门出关拿上云海千重幡，都不知道能不能挡下这位的一巴掌。这是炼尸门的药臼，那些尸体是原料，那些浆液是成品，他们连骨头都被碾成了粉末。唉，这世道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这不是冷漠，是规律。自己的路得自己走。沈渊，你没事吧？其他人呢？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弟子无碍，从深入黑山，再到洞窟遇袭，白水河神现身相救，银甲师最后被河神一掌冲心，化作飞灰。你们去搜一下密室和甬道，看看还有没有遗漏的东西，千万小心。白水河神，他走了。长老，我觉得河神大人是个好神，即便他是绝世大妖，那也是好药。好，应允你。丁。查清乡民失踪之谜，清剿炼尸门人击杀银甲师，任务完成，奖励蜀山剑诀，奖励功德2000点。炼尸魔道，笑聚黑山，邪魔已灭，乡民难归。宗主，出关了！守正，我闭关这些时日，宗内可有什么要事？回师兄，我已宗主亲自定夺，上青阳镇府出了一位河神，来历不明，修为深不可测。河神、妖术，详细说来。那银甲师碎成飞灰，连尸蛋丹点着的人一个都没跑掉。贝里，把那枚渡厄金丹带上，再取一瓶云灵丹，另外把库房里那面玄水千重方挖完一。守正，陪我走一趟。化形大妖嘛，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何方神兽。元婴圆满，来干嘛呢？道长，您这是在干嘛呀？河神老爷没准在河底睡觉嘞，您这么等着，他老人家也不知道呀。贫道在此等候河神前辈，无妨，等便是了。这究竟是何等通天修为？连云宗宗主云崖拜见河神前辈。元婴圆满的修为做宗主，你们连云宗也就一般般嘛。前辈说的是，勉强能维持一隅的秩序安宁。你要渡天劫了？是，晚辈卡在元婴圆满已有30年，69天劫不远了。找我何事？好茶，晚辈闭关日久，方才出关，不曾想治下竟发生黑山之事，连云宗实在惭愧。这白玉瓶中是一枚渡厄金丹，服下后可助金丹突破瓶颈，对顶的元婴已是大绿玉灵丹。行，留下吧，礼也送了，可还有什么事儿？贫道此来
一是拜谢河神前辈结个善缘。善缘？怎么个结法？贫道想请河神前辈入驻连云宗，担任连云宗的客卿长老。客冷长老，你这道人是不是以渡劫失败，先给自家宗门后路？河神老爷慧眼，晚辈若是渡劫失败，身死道消，害怕青阳生乱。我懒得当。但若是有人有妖在我的地盘闹事，我也不介意给他2巴掌。虽然河神前辈未接我连云宗的邀请，但连云宗依然会每年供奉，这应该不违反您的规矩吧？随便你，晚辈告退。你欲突破元婴，但在我看来却是走入了歧途。请前辈教我。差的不是法力，是道。元婴修的是我，化神修的是天。你困在元婴圆满30年，不是法力不够，是道心不通。道心不通。节度家，你可以觉得我没那么重要了，什么时候你就摸到化神的门槛了？自从天道神隐，九幽无踪，天地失序，食人修煞对于妖类来说，变成了一条没有惩罚的捷径。谁又能？那个道长好像心情不错嘞，靠长他们能经得起诱惑。前辈，今日得了一罐碧螺春，您尝尝。你这老道倒是会挑东西。你会下棋？来一局。略知一二。前辈好棋艺，当年在人间跟几个大国手学了一阵子，那几个下了一辈子棋，被我学了几年就下不过我了。后来呢？大概是气死了吧。反正我睡了一觉再去寻他们，便只看到墓碑。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，他们不是给您气死的，而是寿终正寝，天年而尽呢？道长爷爷，你下次来给我带个风筝好不好？好，给你带个大个的。前辈，妙童这丫头天资极高，修仙的事我也可以教她。老道士，你就别琢磨我家娃娃了。前辈，妙童这丫头今年也该有7、8岁了吧？连云宗倒是有个好叔苏，请的是如修的先生讲。附近李家村就有个叔苏，先生宗姓李，是个秀才，学问还不错，让他先去那里读2年书，认着字，大些再说。河神老爷，您找我？妙童该读书了。李家村有个李秀才，明天带他去教束修。河神老爷，那束修……你老糊涂啊！本君要钱做甚？明天就给我去教束修。是，老爷的恩典。妙童是吧？会写自己的名字吗？李妙童，上课不许睡觉。先生，我没睡，我就是闭着眼睛听您讲课，用心听呀。河神老爷说的，用心就能听到很多东西。你手里什么？拿出来。这是河神老爷给我的，不吃的话，河神老爷会不高兴的。怎么了？还不回家？先生，您最近身体变差了，是不是招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你这丫头胡说什么呢？为师就是操劳过度，养几天就好了。不是的，我能感觉到您身上有一股很冷的气息，还带着一股甜腻的香味。香味？他说的香味是媚儿身上的味道。约在数月之前，我回家道中遇雨，在道旁丛林躲雨之际，捡到一个昏迷的女子。那女子昏倒在路边，一身红衫被雨水粘湿。奈何女子太过明媚耀眼，又在雨中昏迷不醒。为了女子安危，我只能硬着头皮查看。这额头竟烫得惊人。这里距草庐不远，事权从急，我只能背她回家照料。我本是家里遭了灾荒，和老父亲逃难而来，怎料路上遇野兽。父亲为了救我，葬身兽口。若没有恩公，我恐怕已经死了。我愿以身相许，报救命之恩。回来定要3书6聘，8抬大轿，明媒正娶你过门。起初相处有礼有节，找我只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。那一夜雷有个李秀才，他说害怕，明天带他去教束修。郎中开的也是补肾益气的药，这几日虽注意节制，可身体只是恶化的速度变缓了，伤到根基。不对，妙童说的甜味是媚儿身上的味道。妙童，你真的感觉到不对劲儿？我也说不清楚，先生，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奇怪的人？这事太过私密，而且我怕他是妖邪来害命，可我又放不下他。先生，您去河神庙拜拜吧，您去上炷香，求他保佑，说不定就好了嘞。那根刺扎在心里，读书人敬鬼神而远之，但敬字在前，镇关大人都去跪拜，我上个香也不丢人。行，我明天就去。先生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可一定要来哦。他长得这般好看，怎么会是害人的东西？可心里那根刺扎得更深了。李先生，您也来拜神？李先生好。都说河神老爷灵验，我来求个平安。河神老爷在上，学生李纯求河神老爷明示那柳氏究竟是不是妖邪？若是，我该如何是好？前2日听妙童絮叨，今日便听了一出人妖情爱故事。展开神识一关，果真是妖，还是我的本家赤鳞红蛇金丹修为，
能在金丹期便彻底化形为人，这条蛇是有些天赋在身上的。即便大多数的4、9天劫，也只能勉强有个人样。毕竟妖类没做过人，所以大人，也许大多数妖术想要玩化为人，不露破绽过了。人类修士的化缘化为得上，当初他真条赤灵蛇去主动学习和接触人类，加速了这个过程。这条赤灵蛇的身上无幽冥血煞，他接触理工蛇般不是想施张口，只是惯意充些恋爱脑。可是这段人妖恋该怎么处理呢？系统也来添乱。先生，您身子骨弱，还是起来喝口水吧。人们常说心诚则灵，河神老爷尚未回应我，定是我还不够诚心。乾坤镜可照彻妖魔，破除幻象。心诚则灵，李先生，是河神老爷显灵了。多谢河神老爷。先生回来了，饿不饿？我给你热了饭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先生今天怎么了？心不在焉的。没，就是有点累。那我们今日早点歇息。王大神，我只要把镜子里照出来的真的是一条蛇，更怕照出来之后就不能再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是你吻开笔墨，用我眼角蹙眉，眼里先生，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他们迂回不归，我却只有你支配。这镜子不是家里的铜镜，看起来不似凡物。他知道了。媚儿，媚儿，我知道是你，你停下！媚儿，媚儿，你听我说，先生，你既知我是妖，又何必追来？是我骗了你。我知道，我早就心有怀疑。我去河神庙，河神老爷赐了我那面镜子。那你为什么想着明早给河神没照？我怕镜子一照，你真是妖，我就不能再假装不知道了。先生，可现在你还是知道了。不，我想明白了，我已经不在乎你是人是妖。你是柳媚儿，是我未过门的祥子，这就够了。先生，你真的这样想？呀，是容易好，这就够了。我是妖，可我没想过害你。我喜欢你，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。我知道，我不怪你。我们回家吧。柳媚儿，你难道真的要害死他吗？哇，好大的红蛇！河神老爷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们来了好一个会儿哩，但河神老爷不让我说话。金丹修持便能化形，柳媚儿，你本该继续潜心修炼，何故要沾染人间红尘？河神老爷在上，柳媚儿从不曾害人，只想与他共度一生。李先生心地善良，待我极好，我喜欢他，我想和他一直在一起。猜对了，这果真是个恋爱脑。李修哉，我赐你乾坤镜，照彻妖魔幻象，你又为何不用？不必再用，
我已明白自己的心意。得，2个恋爱脑撞一块儿了。李秀才一介凡人，柳媚儿，你可知，你继续跟他在一起，妖气侵体会害了他。以前是不知道，但先生的身体……那你为什么还留在他身边？我舍不得。就算把他的只剩半年可活。什么？只要能和媚儿在一起，我不在乎。先生，我不想害你，我不能待在你身边。好了，莫要哭哭啼啼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你当继续潜心读书，考取功名。等你考中举人，身上就有了文运加身；再考中进士，进士及第便会有官运护体。2运护体，寻常妖气就进不了你的身，也伤不得你。至于柳媚儿，你便去黑龙潭吧。等你修到元婴，便也不会再伤到她。可修到元婴，那要多久？有赖你的天资和元法，难以说起。以我修持100-200年，先生岂不早已作古？媚儿，我不会让你等那么久，我一定潜心考学，重榜进士。等我考中了，就像当初说，我一定要8抬大轿娶你过门。我等你，不管多久，我都等你。行了，别在这儿煽情了。谨遵河神法旨，回去道个别吧。终究还是满满的法海既视感。河神老爷，法海是谁？一个爱管闲事的秃驴罢了。哎呦，河神老爷也是秃子吗？河神大爷，李先生和刘姐姐真的能再见吗？能不能再见，取决于他们自己。但要是连希望都没有，那我这个河神便真的太不近人情。丁，任务完成，奖励7星续命，奖励300功德。这个神通有点意思。天命有终，就算成仙也难逃3灾5劫之害，但这7星续命却是能欺瞒天数，强行续命一界。这神通也不知什么时候会用上。李先生，老爷有东西让我交给你。老爷说这颗药丸能帮你补气益血，弥补身体亏空嘞。前辈，有件事，老道得跟您通个气儿。老道的6、9天劫，怕是快了。少则3月，多则半年，你体内的真元已经开始躁动了。前辈慧眼，水到渠成，这是好事。 6、9天劫不比寻常，54道天雷连绵不绝，一道比一道猛。渡劫的时候，周庄深山里的妖祟定会前来搅乱。你连云宗不是有护山大阵？有，但护山大阵挡得住一般的小小，挡不住真正的大妖。不过，老道已经接到道盟的传讯，一是看护老道渡劫，防止妖邪趁机作乱；二来莫不是为我？前辈明鉴。连云宗此前向道盟禀报了您的事情，道盟那边有些关注。来就来呗。前辈，这次来的人是无上剑阁，剑阁门风极严，对妖族的态度更是极为严苛，宁杀错，不放过。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他们来了青阳，岂不是第一个看我不顺眼？前辈，剑阁这次来的是第一尊传，名叫宋惊鸿，是剑阁100年一遇的天才，元婴圆满的修为，剑心通明，战力极强，据说能与化神修士一战。而且此人性情极为偏执，他认定的事情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你怕我吃亏，还是怕他吃亏？前辈，老道有个不情之请，您能不能先去睡一觉？宋惊鸿此行，一是为老道渡劫护法，二是来查看前辈的底线。老道士，你这是让我避他锋芒？前辈，道盟的道友私下都称剑阁的人是剑疯子，咱们没有必要。我还就胆小怕事说得如此冠堂面，老道若是会把不困的说个啥，我想做什么不开明眼的撞上，我也不会惯。那前辈还望手下留情，剑阁的人打不得。你输了。莫要失礼。
莲庸宗云来恭迎宋真传。云岚宗主不必多礼，我奉道盟之命前来青阳为宗主渡劫护法。此外，我也要看看贵宗提及的那位河神究竟是何方神圣。宋真传远道而来，先入山门歇息，容老道慢慢禀报。我倒不知莲云宗近来改念阿弥陀佛了，要不要我给云岚真人写一封介绍信，见到佛宗去？宋真传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这怕是不妥吧？怎么，诸位是还有异议？哼，这是对那白水河神的一个考验。若他安分守己，让他这野神证明；但若是他妖性难驯，哼哼，他这河神便也别想再当。剑阁规矩，妖物不留活口。坏了坏了！剑阁的人是剑阁的人！老大，剑阁是什么来头？执掌道盟的5大仙宗之一，专门斩妖除魔的。只要是妖，不管好坏，统统都要死，一个活口都不留，极其凶残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躲着，千万别出去。对了，要给鲤鱼妹子递个消息，别被那群疯子盯上。什么？剑阁？娘，剑阁很可怕吗？可怕，非常可怕。老娘活了100多年，听过太多剑阁的事了。他们斩妖除魔，从不手软。那娘你呢？老娘守着洞口，谁要是敢进来，老娘跟他拼命。这溪里妖气很重，应该有大家伙。搜，一只都不能放过。娘，我害怕。不怕，有娘在。娘，河神老爷会保佑我们吗？会的，河神老爷一定保佑我们的。萧师兄，哼，你们也太过粗心，这下面有妖气。都别出声，不管发生什么，都别出来。听话。是鲤鱼精。县长，你从没害过人。县长，老娘安安稳稳在柳溪过活，从没害过人啊！别让他跑了！巧言狡辩，欺弄百姓，焉知以后会不会害人？速来受死！平日不好好修行，如今被一条鲤鱼耍得团团转。别杀我娘！小崽子们！哼，原来藏了一群小鲤鱼精，正好一网打尽。陆离，河神老爷，在我的水域上要杀我的水族，你们问过我吗？云岚真人2日未至，方才神识一扫，竟发现青阳已变了天，香水矶、卧牛岗小松林30余条性命全没了。那些拿着罗盘搜妖的，全是剑阁弟子，非黑即白，见妖即杀，这等疯子欠收拾。在下剑阁萧玄，奉师门之命，直寻青阳，斩妖除魔。阁下可是白水河神？白水河神，我等敬你镇水伏波、安民保境之功，方才以礼相待，不要给脸不要脸。你若袒护这些妖物，便是与妖魔为伍，河神最好想清楚。我本就是妖，
你剑阁不是见妖就杀吗？来，斩我！剑阁的弟子连剑都拔不出来吗？剑阁弟子敢向天问剑！回去告诉你们家长，这个被我扣下了，让他来河神庙领人。河神老爷，那可是剑阁弟子，您就这么给废了？若是再让他们杀下去，我这青阳水族岂不是要被杀绝了？若是剑阁来找麻烦，您怎么办？我听说剑阁全是杀妖不眨眼的魔头，所以你最好替我祈祷，否则你们还是会难逃一死。河神老爷，我们现在早晚都给你上香的，以后我们一天再加3趟，不5趟。剑阁执巡进驻青阳，斩妖除魔成功斐然。白水河神降无面动，仍待继续观察。真传，成何体统？真传，萧师兄他们出事了。说，从发现鲤鱼精开始，到他们出手斩妖，白水河神降临，再到萧玄的本命飞剑被碎，修为尽废。白水河神，他废了萧玄的修为。是。他还让我去河神庙领人。是。好一个白水河神，好一个白水河妖！传令，集结所有弟子，随我前往河神庙。是。什么？陆离废了剑阁弟子修为？正是，河神还是留了一线，但我怕那位宋真传把握不住，他已经集结了所有弟子，要去找陆离算账。走，去拦住他！宋真传，请留步。云岚宗主，你要拦我？老道不是要拦你，是劝你三思。三思？是那白水河神要我去河神庙，你让我三思？宋真传，那白水河神行事自有章法，若是宋真传与他直接对上，恐怕只会火上浇油，让事态愈演愈烈。你是想说我剑阁弟子将有斩妖魔匡扶正道，何错之有？老道不是这个意思。云岚宗主，我敬你是前辈，但你今日若是要拦我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宋真传，老道不是要拦你，是要告诉你一个事实：白水河神的修为至少在化神之上。老道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，他曾一掌击杀过一具银甲师。银甲师堪比元婴修士的存在，一掌击杀。宋真传，你觉得你能一掌击杀一具银甲师吗？银甲师素来以铜皮铁骨坚不可摧著称，我虽不惧，但想要杀之，恐怕要百招之后觅其破绽。宋真传，老道不是在吓你。那白水河神虽然是妖，但并非凶蛮之妖。谈，云岚宗主，你是要我剑盟向一只妖巫低头？我剑阁历派近万年，从未向妖魔低过头，以前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云岚宗主，让开！若是你再阻我，便是与我剑阁为敌。剑阁的人都是偏执的疯子，他认定的事情，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宗主，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跟上去！要是剑阁真传死在咱们连云宗这儿，咱们都得完蛋。那不能吧？剑阁镇守南海归墟，他们要是有仙军出动，不怕南海那头老龙军异动？到时候就是给河神跪下，也得给他宋真传跪出一条活路来。这两人一定做了很坏的事情，所以被河神老爷狠狠揍了一顿哩。想当初他也就朝着河神老爷扑腾了2下，就被劈成了一块黑炭。这2个比他还好些，至少身上还是白的。妙童，不要在门口待着了，把门闭好。不论发生什么情况，你和你爷爷今晚都不许出来。
来得还挺快。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。白水河神，吾乃无上剑阁第一真禅，小寒风宋惊鸿，小妖来赴。好，既然主事的来了，我扣着小辈也没剩意思，还你。经脉寸断，丹田破碎，一身修为点滴不剩，废我弟子修为，辱我剑阁门楣。白水河神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剑阁入我青阳，持剑行凶，残杀有灵众生，这账我还要跟你算上一算。我剑阁持剑奉道，斩妖除魔，行的是堂堂正道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一个无阙无风、欺弄百姓的野神，也配与我剑阁算账？聒噪！废话不多说，第一，你们剑阁在外如何逞凶，我管不着。但从今往后，凡在本神的水脉疆域之内，剑阁弟子不许伤任何有灵众生。第二，青阳地面上，你们这几日杀了不少开了灵智的生灵，这笔账也得算。看在云岚道人的面子上，所有参此事的剑阁弟子废了修为，这事便算是结过。妖性难改，今日你战青阳，明日就敢战南晋。我剑阁力派近万年，斩妖除魔，匡扶正道。今日就算陨落此地，也绝不会向你这等妖魔低头。这什么虚空捏罪的强盗逻辑？又是什么自我感动的无脑催眠？住手！宋真传，不可！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云岚宗主，你还要拦我？宋真传，老道不是要拦你，只是什么？是要替着妖邪求情，还是要我劝我剑阁向妖邪低头？云岚，如今却与妖邪为伍，趋炎附势，卑躬屈膝，剑阁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河神前辈，老道求您饶宋真传一命。云岚，你给我滚开！啊，这是飞雪剑诀！小孩子玩意儿。本命飞剑，他在燃烧本命飞剑的根基，他这是要拼命啊！白水河神，速速出动！庄家把式，你以为这就完了？是法宝，万载的兵，这是剑阁12柄名剑之一。这一剑马马虎虎，白水河神，这玻璃珠子倒是挺好看。它不代表我剑阁输给了你，剑阁立业万年，绝对不会向妖魔低头。如果剑阁都是你这样的偏执狂，剑阁还能存续万年，那确实有点东西。够了，宋惊鸿贫道忍你很久了。你们剑阁斩妖除魔，好大的威风，好正的道！南海归墟，妖气冲天，海妖年年进犯。你们剑阁守着南海，你怎么不去跟那头老龙君拼个玉石巨人？西南万妖国，万妖盘踞，祸乱边境。你们剑阁怎么不去踏平万妖国，跟那几个妖君妖王拼个你死我活？极北荒原，妖人群聚，你们剑阁怎么不去极北荒原杀个七进七出，把那几头千年妖妖斩尽杀绝？你们剑阁怎么不去呢？
蒙角穿出慌亡危急之中，白水妖化形的极包，岂不是去野兔华炉？说好听的，不是难听的下菜碟吗？嘿嘿，你这扁毛小东西脾气还挺冲，生得这般高大，可惜是个没开灵似的。河神道友，咱家清河金蝉，这已是3顾府邸，咱家不恼。今儿个只求赏脸一见，说几句，咱便心满意足。你倒是颇有耐心。在下金茶，清河金蝉宫之主，道上的朋友抬爱，称我一声金蝉大王。在下这是3顾河神府邸，前2次连门都没进去，只好亲自跑一趟。有事说事，没事滚蛋。蛤蟆我呀，最近清河水脉有好多摊子破事儿，咱烦得很嘛。一是想与你交个朋友，咱听说河神前些日子和连云宗闹掰了，这往后在青阳怕是待得不会太痛快吧？所以这清河水脉的上游有一头老年，元婴后期的修为。河神若是有意，你我2家联手把那老东西赶走。清河水脉咱们1人1半，如何？事成之后，咱还有重谢。还有一事，河神应该知道，连云宗的云岚老道快要渡6、9天劫了。在下想着，河神既然跟连云宗闹翻了，不如也加入进来。事成之后分到的连云宗的宝贝，我让河神你先挑，如何？这蛤蟆周身有淡淡血煞缭绕，做事奸猾却有章法，也不沉迷歧途。谁跟你说我跟连云宗闹翻了？他跟连云宗没闹翻，那我这波岂不是给敌人卖了情报？完了，我好像要有一点死了。河神老爷饶命，咱服气了。连云宗这趟浑水，你就莫要趟了。河神老爷是咱糊涂，多谢老爷指点，咱这就回去。那档子事儿，咱也绝不掺和。宗主这些日子得了指点，道心圆满，对渡过渡劫的把握比以往多了几分。咱们要做的就是守好连云宗，不让任何妖邪打扰他渡劫。记住，今夜不管发生什么，都不许退后1步。是。倒是来了不少。云岚已开始渡劫，儿郎们随我冲！撑住，不能让他们破阵！连云宗这阵法倒是不错，不过单凭这些小崽子，可挡不住我们。河神老爷来了！剑来，去！
多谢河神老爷恩典，庇佑连云山。多谢河神老爷庇佑连云山。上面打起来了，该咱们出手了。跟上！到了，连云宗守山大阵的地基就在头顶3场处，从这里打通出去，就是云岚老儿渡劫的魔云崖。破开它！有妖气！乌龟壳倒是挺硬，一起上！云岚老道，你的死期到了！又是这障眼法！几位，我忽然感觉不到我的叔子叔孙了，情况好像有点不对。先找到云岚。黑熊哥哥莫急，看我神通，找到了！死老鼠！不管他，先杀云岚！就是现在！什么？你们这些妖崽啊，倒也不傻，竟然选择声东击西。我若是来的慢些，这白水河神的招牌岂不是自己亲手砸了？河神前辈，您果真是舍不得老道死啊！你个老小子，那道天雷我不能再估了，不然你这69天劫的威力可就不是你能承受的了。至于这几块料，我来打发。倒是小气。老子跟你拼了！气力还行，不过也一般般。哼。你都劈了我一刀，那就再借我一刀。跑的倒是不慢，可惜还是快不过天雷。你身上血煞浓郁，伤天害理的事情该是没少干。你倒是跟那几个不太一样。要杀便杀，老子皱一下毛也不是好汉。老子跟云岚有仇，输了就是输了，认栽。河神老爷，且慢动手。怎么？河神老爷，这黑熊精修为高深，又是元婴后期的妖修，不如让他留在连云山做个守山大将，如何？你要是能说动他，我就饶他一命。黑熊，是因为当年你庇护吃人恶妖，我们掌门当年也只是将你打败，还放你一条生路，那是老子打出来的活路。你想想，你这次上山是不是变成他们的长中刀锋刀斧？你要是就这么死了，那才是真的什么都没了。黑熊，你甘心吗？好，随意恢复连云宗，不伤无辜，若有违背，天雷诛之，形神俱灭。撒豆成兵，随手以沙土石子，可画出阴兵神将。功德累计足够，可开启神位进阶任务。当前功德4300点，神位进阶所充其量算是个戏法，可以耍耍，打不了硬仗。最后9道了。
师兄，师兄你怎么样？应该是死不了，师弟别做幻想了。老道知道，以我的资质和极限，就算没有他们，最后3道也未必撑得过去。若后连云前宗上向下为白水河神马首是瞻。修仙本就是逆天而行，纵使不成，这一路上的风景却也尽收眼底。老道，你往后就安心养老，颐养天年吧。河神前辈，多谢。师兄，河神老爷徒手捏碎劫斗啊！这到底是什么修为？合体妖尊也打不住吧？不管了，反正能跟着河神老爷，是咱们连云山的福气。老人家，可是河神庙的庙祝，晚辈蓬莱李玄真特来拜访白水河神，不知河神老爷可在？河神老爷在河底休息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醒。我就是来见河神老爷，既然他在休息，我便不打扰了，改日再来。剑阁没来，或许就是蓬莱调停的结果，所以蓬莱的这位想要见见他这位事主，这也就不奇怪了。神位进阶任务已开启，任务目标河县周间水域，任务奖励今生7品，随机奖励1件法宝。正好找点事情做。简简单单。这分明是香火神行才有的专属手段。这荒山野岭哪来的正神？如今天道崩坏，香火神道没了天界之风，只能依托人道气运受皇朝之风。这些乡野神灵顶多受些烟火熏染，又怎会懂得炼化香火之道？我们受香火原本只是尝个新鲜。3年前有一个黑袍神秘人经过，随手传了我等一套炼化香火的法门，只是要我们每月分他1半香火。虽然要分1半，但有总比没有好，我们便答应他了。没想到还有人专研这香火旁门之道。行了，我也不难为你们，你们回去后安分属己，不准借香火作恶，更不准滥收生计，否则我就回来拆了你们的小庙。大王，大事不好！洞府外了个青袍人，自称白水河神。河神老爷，他怎么来了？快！你们收拾收拾，把咱窖里那几坛百年灵君酒搬出来，再多弄些灵果灵膏摆上，我亲自去请。金蝉道友，在下不请自来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河神大驾光临，金蝉宫蓬荜生辉啊！来，快请进！来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河神老爷，您看咱这几个余娘如何？咱可是花了不少心思培养的。蓝星星长安的莲花楼，开封的樊楼，金陵的凤凰楼，倒是有许久未去人间游历了。来一趟，今儿个咱可要好好招待。这酒是窖藏了100年的，平时舍不得喝，今儿个高兴。管告，不知河神老爷今次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我欲执掌清河，成就清河川主之位。河神老爷，咱可终于等到你了，就盼着这一天呐！愣着干嘛？跟着河神老爷混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！我要抢你地盘，你还要大庆3天。当日在河神庙前，要不是听了您的教训，说不定我也在连云山了。入了我麾下，只有一条规矩要守，不得随意杀害有灵众生，终会惹来因果照旧。没问题，咱也不爱吃。不过河神老爷，我这清河下游自是好说，不过上游那头老年就不一样。河神老爷，您是不知那老东西的做派。他在清河上游盘踞了不下500年，仗着修为高深，把整条上游水脉霸得铁桶一般。但凡有欺凌之的水族，要么归顺他，要么被他生吞活剥。那老年还自称清河龙王，让两岸乡民给他立庙塑像，年年祭祀，把两岸百姓折腾得苦不堪言。他练出一头黑蛟，足有10丈来长，着实凶悍。那法身以香火愿力凝聚，与他那老年本体也相差不多，斗法战力直接翻了一番。这找谁说理去？咱跟他交过几次手，每次都被压着打。要不是咱也有些手段，早就交代在上游了。香火祭炼，凝令法身。山野闪尘独坐枪击跟着跑传法，如今这老年也会这一手，应该不是巧合。河神老爷，那老年在香火什么时候有的？自认什么样还真骑法扭回来，你还没这么京城龙不长。以白水河神之名给他下帖，清河之上，清河龙王。老爷英明，咱这就去办。拿帖子来，笔墨伺候。好，没想到老爷还会得一手好书法。去吧，送到上游年王宫，亲手交给老年，路上不许耽搁。大王，
上游18村，上月香火已收齐，中有9村嘛。中有几个村子收成不好，说是交不上来，求大王宽限几日。宽限？告诉他们3日内交不齐，清河就要发大水了。大王，金豹公送来帖子。白水河神哪里冒出来的东西？金豹自己不敢出头，让一个什么河神来顶缸。大王，这白水河神小的略有耳闻，这1年赶紧来刚刚冒头，占了整个青阳镇的水系做自家地盘，声势搞得颇大嘞。那白水河神呢？你可见到了？不管他们耍什么花样，不管来的是谁，清河都将是我的地盘。传令下去，3日后，清河两岸所有庙宇辰时起香火大祭，为本王祈福助威。听说了吗？有个白水河神要来跟龙王斗法，再厉害能厉害过龙王，那可是会发水的。3日后香火大祭，童男童女一样不能少。这次又不知道是哪家要倒霉了。大人，要不咱也去看看？走，去看看。大王，老年那边来了。龙王万岁！这老年又不知炸出了多少香火愿力。金蝉，台已搭好，你那白水河神呢？莫不是怕了？这白水河神还没来，是不是真怕了？河神老爷说了来就一定会来，你急什么？赶着投胎吗？天啊！天上何来2轮明月？不，那分明是一双树瞳巨眼，这怎么可能？来了，来了！是河神来了！河神老爷到啦！白水河神，你倒是有几分本事，难怪金蝉内松敢把你推出来。但清河是本王的地盘，谁也夺不走。清河老年修行500载，不思天地造化之恩，反仗妖力欺压梨树，强占水脉屠戮同族，自称龙王，僭越神位，索要成生计，力灭两岸百姓血泪浸染，污秽香火正道，桩桩件件，天理难容。今本河神代天刑罚，判你当受天雷诛身之刑。雷法也只是法。别以为这样就完了！
河神老爷饶命！清河金蝉拜见清河川主，拜见清河川主。大人，您跪，清河易主了，以后少不得要和这位打交道。当时从清河上走得多潇洒，半夜偷偷回去炼化清河水脉的时候，就多少显得多么狼狈。丁，晋升清河川主，为7品奖励法宝：紫青双剑、紫玉青锁、峨眉至宝，可阴阳交映，双剑合璧，灭魔诛邪，无坚不摧。好漂亮的剑，河神大爷，这是你练的吗？不是。咦，那这剑是哪儿来的？捡的。挑一柄拿去玩吧。好耶！你那香火炼化的法门谁教的？3年前，一个黑袍人，他找上我说可以教我炼化香火，凝练法身之道，条件是分他一半的香火。那人什么来历？不知道，教完法门就走了，之后的香火会自动分流一半出去，我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。香火神道才刚刚入门，这种精细的追踪他人香火的术法还差得远。行了。心诚则灵，不必拘泥于形式。这是你这臭的，这准备来什么？河神老爷刚上任，咱们得表表心意，市集市集。这位新来的肯定也喜欢。赶紧准备好，别耽误了吉时。这些渔民刚送走一个要吃人的老年，转头就要给我也来一套，何其愚蠢！骂是没用的。得让他们怕才能记得。所有老的小的，都给我听好了！本神不吃人，倘若再敢以生计供奉，本神拆了你们的庙，砸了你们的像，淹了你们的村。这赵老师原本日子安稳，近来却霉运缠身，摊子被砸，摔断胳膊，拜城隍无用，回家儿子竟不见了。急得头发白了一半，这才来求我。气运虽有变动，但素来恒定，不会急涨急亏。他这倒像是被人生生挖去了一段。一群人贩子拐了孩子藏在城外，等天亮就要顺水南下。丁，河神任务发布，解救被拐卖孩童，任务奖励布阵术。妙童，有件事情要你去办。清河县外土地庙有一伙人贩子，你潜入敌情去看看。在呢，河神大爷您吩咐，我这就去。带上剑，鹅也带上。河神大爷，我没去过清河县嘞。我送你们过去。老大，这批货成色不错，到了临江能卖个好价钱。都给我盯紧了，别出岔子。这事儿落定了才有钱拿。什么人？放了那些孩子。小丫头，你爹妈没教过你，小孩子别多管闲事。哼，这是法器，你是修士。别哭别哭，我带你们回家去。难不成你是清玄门下山历练的小剑仙？我不是清玄门的礼，我是河神老爷座下的童子，我现在要回去啦。河神显灵，河神保佑。还行。河神老爷夸我啦！全靠河神老爷，他老人家派了座下童子把那些人贩子全都抓了回来。我一定去。一念成阵，可困敌、迷敌、杀敌，数72术之一，一般般。赵老师的事本以为只是个例，没想到隔三差五就冒出几个，现在连衙门里的人也开始倒霉。我是县令，有官运护体，寻常霉运近不了身，可现在连我都开始倒霉了。若是城隍出了问题，这一城百姓都得遭殃。这诏书记载城隍印信，关键时刻能调动城隍之力，如今不得不用了。思清河县城先皇，受皇朝敕命，享人道气运，当监察要挟，护佑一方。诏书自然，城隍失控了。去县衙极可能有危险。河神庙，那位河神手段通天，定是心系百姓的善神，未必不能对付城隍。出城。
快，再快些！河神老爷，救命啊！清河县令周明德叩请河神老爷救清河县百姓的性命。何事？下官怀疑城隍出了问题，下官求河神老爷出手，否则这一城百姓怕是都要遭受大祸。原来竟是城隍啊！越拜越倒霉，气运被挖走。有意思。今夜你就留在河神庙。多谢河神老爷，多谢河神老，多谢河神老爷。妖魔鬼祟不得入城，速速退去！吾乃白水河神清河川主，特来见一见城隍。看不出异常，才是最大的异常。面对妖气入侵，城隍应该应机而动才对。你刚才的反应太慢了。我是城隍，你不能杀我！你一个泥台怎会生出灵智的？我数3收，不说魂飞魄散。我说是黑袍人，是他给我点化灵智，叫我攫取气运，养炼法身的秘法，条件是将得相等气运分担一半。又是黑袍人，做你被点灵开智，城隍肩负庇护百姓之责，你又为何攫取他人气运？不知道，那人未露过面，教完法门就走了。我断了你跟他之间的联系，他若发现，定会前来查看。你老实在这里待着。我一定老实。香火怎会断了？你在找什么？你主动自爆，不是真人，是香火分身。想跑？那是清河河神，他怎么会出现在城隍庙？那剑家将找出走走可及。清河河神是执意抓我，还是救黎民于水火？你要怎么选？雕虫小技。只有这种程度吗？还没完呢！急急如律令！上不了台面。跑啊！你怎么不跑了？说说吧，你背后是谁？你在这清河搞这些名堂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吾乃阴神教护法，攫取香火是为教主凝练阴神法身，成就无上一军之位。丁
查清城隍生灵真相，揭发幕后阴神教，任务完成，奖励3枚真火。3枚真火以自身精气神炼化而成，专烧神魂元神，水不能灭，根基越厚，火越强，算是不错的神通。给周阳德传了心念，阴神教的事上报甩手便是。真有乱子，兵来将挡。阴神教黑袍人城隍被毁。城隍庙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修了？让我去还没有问题，就是闪老妖。该不会是城隍老爷出了什么事儿吧？别瞎说，朝廷封阙的正神能出什么事儿？这是去哪儿？县令大人去请河神老爷进城坐镇。为神秉圣山川之正气，受天地之明命，镇水伏波，护佑生民。敢请神驾移驻县城，暂代城隍之责，保四方之平安。警告：县城没神庇护，确实是块肥肉。这香火也比村子富裕，收钱办事，准。河神老爷进城了，以后能在城里上香了。求河神老爷保佑，保佑我儿金榜题名。是不是答应太快了？算了，收都收了，先干着吧。前辈，恭喜啊！听说您入主清河城了？你消息倒灵通。阴神教，前辈确定是阴神教？阴神教，老道以为这个教标早就绝迹了。阴神教专修香火神道，拜的是九幽阴君，借此蛊惑百姓，分走人道气运。城隍是被动庇护，无时无刻不在阻挡妖魔。前辈虽神威通天，但按您性子，不可能全天候值守，对心神损耗极大。连云宗可派弟子常驻巡查，替前辈分担，遇强敌再请您出手。行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贫僧慧明，云游至此，听闻城隍虚悬，恐百姓受妖魔滋扰，遂想在城中建一座寺庙，弘扬佛法，普度众生。建寺？大师，佛宗向来在西域活动，您怎会想要来此建佛寺？佛法无边，普度众生，不分道佛。贫僧自西而来，只为结个善缘，给百姓多一个祈福去处。既如此，本官为你上报郡府，但需谨记，传法可以，不可蛊惑人心，不可聚众生事。佛光普照，众生平等。施主诚心皈依，令兰必得平安。大人，这和尚来者不善，这才半个月，城里一半百姓都去烧香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河神老爷的香火都要被抢走。先看看再说，只要不聚众闹事，百姓愿意去就去。城隍没了，河神入住，仙门来了，佛宗也掺和一脚。只要他们护住百姓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。这和尚道行不浅，笑眯眯就把香火收了，比仙门高明不少。和尚、道士、河神，还有坐不住的妖魔鬼怪，齐活了，省剑来烦我。老人家，这灯真的能让人时来运转吗？那是自然，任你书读千遍，上了考场也要运气。这盏运转保你高中。公子，你看怎样？还是你懂。这灯多少钱？公子，太贵了，太贵了！10文照，我一日的嚼用才5文，10文钱买后半辈子的前途，划算不划算？老人家，我只有8文。唉，罢了罢了，8文就8文。不过公子切记，这灯要点上1整夜，中间不能熄，熄了就不灵了。细皮嫩肉的阳寿应该很足，足够我享用10天半个月了。闲着无聊，找点乐子。这肚子挺能装啊！什么？下一个，
找谁呢？壮骨粉类，壮阳补肾，医治百病；泡一泡筋骨姜健，洗一洗，百病全消。肾气亏虚，命门火衰，肝血不足，脾阳不振。公子，你这是大祸临头了呀！婆婆，难道你能治我？难哦，再拖延下去，不光影响子嗣，连命都难保喽。婆婆救我！神医啊，要是我好了，一定送你一块锦旗。这种玩意儿真的有人会上当。泡完澡后再睡觉，舒坦。元婴净化皮腰，让那帮纨绔多吃几天苦头也好，全当看戏。没想到这浓眉大眼的周长老，竟然还有这等爱好。哟，周爷，您可有一阵子没来了，婉娘姑娘牌子紧，今儿个已有3位爷排队了。听说你们这儿来了个花魁，给爷尝尝鲜。周爷您楼上请，婉娘刚好有空。大爷愣着做什么？过来坐呀。周爷，婉儿敬你一杯。周爷可真急，这夜还长着呢。周爷，你不是要留下来陪婉娘吗？走。孟师叔，河神老爷这一手可真绝，裤子都湿了。掌柜，打酒，石坛上等女儿红，装车。哎，装车！不能再等了，动手！动手！何方妖孽闯入天河城，意欲何为？若是识相，速速束手就擒，我们清玄门还能给你个痛快。你们要干嘛？我就买酒啊。主人说好几百年没喝过人间的酒了，恰好清河没了城隍，进城不麻烦，让我来采购一批回去尝尝鲜儿。是昌鬼，但没血人煞气，应没害过人。哼，要挟的话即可尽信，先拿下再说。哪里冒出来的山野妖祟？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谁知道那山姑暗藏何等鬼域心思？应该将其收押拷问，除妖勿近。孟长老，早听说你们连云宗骨头软了吧？孟长老，清河城的事，我清玄门自有主张。你卢云宗若不服，大可划下道来。你是自己跟我走，还是要我动手？哦，清玄门什么时候成了清河城的主事？我这个清河河神怎么不知道？河神老爷，我清玄门驻清河是为护佑百姓，此昌鬼入城行迹可疑，理当拿下审问。他买酒犯法了，他伤人了，那他是行害人邪法了？没有，你拿他做什么？就因为他身上有妖气。赵长老，我也有妖气，那我也给你抓起来喽！你想用人道气运，自该以人道为先。一味庇护妖邪，那就是与正道为敌，与道盟为敌。阿弥陀佛，二位都是为了清河百姓，何必伤了和气？不如就让贫僧将他带回梵音寺，化解鬼气。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想来横插一脚？叽里咕噜的，不知道在念什么。哼！吾炼化清河水脉，成就清河川主，成的是天道气运，想的是清河生灵的香火。有意见，憋着。走，回去把刚才那番话告诉你们山君，下次想喝酒自是欢迎，但若要搞事，哼，
我也不介意赏他一巴掌。河神老爷，您是要建一座人妖共处的城？只是初步的想法，我又不能像城隍一样每天开着法力屏障。南北两朝确实没有九州之大，东海之滨的东海城由青丘妖狐和蓬莱仙长共同作保，便是人妖共存。青丘蓬莱吗？东海城太上披萨阵。河神老爷要是对阵法感兴趣，我将护山大阵、云锁千山的阵图一并送来给您解闷。好，不用跑来清河，直接送到白水河就好。这些日子巡守城内做得不错，晚辈这就找弟子去办。辣爷谬赞。主人，我回来了。路上可还顺利？回主人，进了城买了酒，出来的时候被两波修士拦住了，一掰说是清玄门的，一掰说是连云宗的。哦，他们为难你了？中间出了一点小插曲，最后是清水河河神让我离开了。清河河神？是，他还让我给您带句话，回去把这话告诉你们山君，下次想喝酒，清河城自是欢迎。赏我一巴掌！这个河神有点意思。好酒，闭关100年，太久没喝这人间的酒了，还是那个味道。明日陪我去一趟清河城。想见见这么有趣的神，不去会一会，岂不可惜？来吧，一起喝。倒是香火鼎盛。这位壮士，您还带仆人来上香啊？不知要求什么？哈哈哈！进门烧香不能坏了规矩，我只求河神现身一见。壮士真是说笑了，河神老爷岂是想见就能见的？在下想拜见河神老爷，烦请通报一声。这天怎么突然热起来了？主人，河神要是不来，那就一直等下去。毕竟咱们不缺的就是时间。吉庐山君，正是某家。坐。多谢河神老爷赐座。河神赐座，还不快谢！山无所谓，何来？昨日我这位会仆从进城买酒，承蒙河神老爷关照，放了他一马。今日某家特来登门道谢，山中没什么好东西，这是我用吉安山特产的火阳枣酿的几壶灵，就当是个心意。倒是没听说过。吉安山独有，100年一开花，100年一结果，一树只结36颗。这谢礼不错，我收了。听说如今河神执掌清河，自当来见识一番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倒是个直性子，虎食人后拘魂为娼，但我观你非是食人炼煞之妖，你身上血煞极淡。那你这仆人又是怎么回事？他叫铁柱，本是吉娃山外一个村子弄户。他一个凡人，在山里转了7天7夜，被毒蛇咬过，被野兽追过，摔下过山崖，差点死在沟里。但他是真的命硬，硬是让他找到了那株仙草上，他爬上去摘。那仙这么耗了1天1夜，他终于爬上了悬崖，也摘到了仙草。可惜他脚下石头摔了下来。我那天正好夜里巡山，路过崖下，看见他摔在乱石堆里，只剩一口气。他看见我，竟然没有怕。只是死死攥着那株仙草，开口求我帮他把仙草送回去，救他爹。